美股跳空高开，是新一轮的趋势反转，还是又一次的骗你没商量？英伟达突破了190关键压力位，同时也迎来了高位的九转信号，是继续的高歌猛进，还是在第9根 K 线形成之后回调蓄力？Circle 大涨了2天，之前一直指着它喋喋不休大骂的朋友们，坚持住了吗？是被震荡出局，还是收复失地了呢？大家好，我是 Harry。今天是香港时间4月15号。这2天的美股呢，确实涨势超出很多人的预期。美伊停火2周，谈判还在继续，纳指呢却走出了大 V 行情，还差300点就要冲击历史新高24019.99。快的话今天就要创历史新高了。你有没有被震下车呢？美股去年4月 V 型反转，今年4月又 V 型反转，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去年4月之后呢，美股高歌猛进，涨到了10月，今年会有这么爽吗？今天我们针对美股走势以及大家关心的指数和个股问题做详细拆解，记得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您的每一次点赞，每一次订阅，对 Harry 和 Harry 的小伙伴来说都是一次莫大的鼓励。我们会一如既往的分享更多精心制作的干货视频，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目录部分。第一部分呢，还是来到了市场观察部分纳指前天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的信号阳包阴，昨天呢，在阳包阴的基础上呢，又出现了一根跳空高开的强势阳线。那这意味着什么信号呢？很显然这是非常强劲的上涨动力。如果有听 Harry 之前视频的朋友呢，会注意到阳包阴呢是 Harry 经常提到的 K 线组合。纳指在 V 了10天之后没有回调震荡，却高调的开出这样的看涨 K 线，是不是意味着趋势从此反转呢？那第二点呢，我们会借助 Harry 经常用的这个工具来判断一下大盘的趋势，看看是不是从此大盘就大胆的往前走。好，第二部分呢是个股的拆解，我们会讲到英伟达、特斯拉、亚马逊、台积电、Circle 还有甲骨文。没有点到的股票，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 Harry 会在周5的视频当中进行逐一的分解。另外呢 Harry 有一个温馨提示，特别针对新订阅的粉丝朋友做一个说明目录当中的内容呢比较多，视频一般偏长，不是每个内容你都感兴趣的，所以呢 Harry 把每一个内容做好了时间轴，划分好了段落，您只要在下方看时间轴拖动，就可以看到您最优先想要看到的内容。希望这个设置对你有帮助。好了，我们马上进入到第一部分。先看大盘，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标准的阳包阴组合。那什么叫做阳包阴呢？就是一根强势的阳线实体部分把前面的这根阴线的实体或者是整个包裹住的一个 K 线形态，它是一个胜率比较高的底部反转或者是上涨中继的信号，这通常预示着行情向上的概率会更高一些。但要注意在实战当中，我们还是要结合位置或者是其他指标来进行判断。比如说，第一，它的位置是不是相对的低点；第二，它的成交量有没有放量；第三，后续的 K 线确认，比如说第2天的 K 线有没有跌破阳线的最低价，还是强势的上涨带来一根向上的大阳线。相对来说 Harry 觉得第3点是更加直观的判断方式。比如大家看到这个位置，在阳包阴出现之后出现了2根十字星 K 线，虽然它没有跌破这根阳线的最低价但也预示着市场进入了多空拉扯的一个阶段。随后呢，连续2根向下的中型阴线往往预示着行情并不乐观，没有实现反转，后续呢果然下挫。但这里不同第2天呢出现了一根跳空高开的大阳线，而且这根阳线呢没有上影线和下影线，是实实在在的一根实体的阳线。这就说明了大盘开盘之后直接往上涨，中间不带一点点犹豫的。所以这一交易日当中大盘的走势是非常强劲的，相对应后面走势积极的这个概率会更高一些。那这里是否能够最终确认这个 V 型反转成功呢？ Harry 认为肯定是成功了，至少在这一阶段它是成功了。而且呢，指数已经穿过了23319的这个关键位置。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关键位置呢？大家看到这些地方呢之前堆积了很多的压力的小山峰，现在站住了，而且实现了往上涨，那这个趋势算是立住了。但成功了不代表一直会往上涨，这是两码事Harry 甚至会认为后续回调，至少短期的回调概率还是挺高的。这里呢有2个原因。第一，大盘的9转信号已经形成，这里已经出现了第9转的 K 线。第二，
RSI 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超买区70以上，目前是71.4。所以在这里呢 ，Harry 的策略建议很直白，在车上的朋友呢可以继续拿着，如果后续出现一根大阴线回踩，并且刺穿23319，一定要考虑出场。如果只是一些小震荡啊，可以先拿住，或者呢分成5份分批止盈。那如果没有上车的朋友呢，建议先观望一下啊，至少今天和明天，也就是9转后的这2天，先看一下，避免追高。当然 ，Harry 也知道啊，前2天呢有一些朋友已经出场了，那 Harry 也是一样的。说实话啊，少吃了2天的大肉啊，心里肯定有点不舒服的。但是呢，在这个连涨的行情当中，而且每一冲突并没有100%解决的情况下，踏空一定会比深套好得多。因为如果你的资金产生损失厌恶的心理会让你的投资非常的挫败。踏空呢，只是精神上难受一下，但至少保证你的资金是安全的。而且呢，很多朋友前2天出来的时候，账户是略微的盈利的状态，所以 Harry 建议啊，千万要在关键的位置上做出更合理的选择，而不是做出更刺激的选择。好了，为了让我们的趋势判断更准确啊，我们来到第2部分，切换到山海趋势图，这是 Harry 每次分析大盘都会用到的工具。目前呢，整个趋势已经转成紫色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大前提，说明呢大盘已经进入到了看涨趋势，而且呢龙门线是向上的，也代表了中长期向上。但是呢 Harry 要提醒2个点，第一，最近这个黄 K 出现了，黄 K 呢代表了压力预警，而且是连续多天的预警。第2个就是目前整个 K 线啊离这个紫色带位置太长了，也就是乖离率偏大，短期回调的概率偏高。你看啊，如果只是看 K 线，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但用了山海趋势图啊，黄 K 告诉你压力来了，你可以不出，但是一定要谨慎起来。如果出现了类似这样的逃跑小人，或者是黄 K 之后出现了一根大阴线，一定要果断离场。每次呢可以把这个黄 K 的最低价作为一个出场的价格，只要第2天的 K 线刺穿了这个最低价，咱们就出场。那什么时候买入呢？等到蓝 K 加上钱袋子信号出现的时候，咱们再大胆的买入，这个就是一个妥妥的懒人战法，轻松的择时。好，那说到这里呢，借这个机会 ，Harry 也要向各位朋友，特别是新订阅的粉丝朋友，说一下 Harry 团队在做的事情。大家知道啊 ，Harry 的频道呢一直是以技术分析为核心依据。那我相信啊，订阅的朋友是认可技术分析理论的。Harry 的团队呢一直在研发技术策略的工具，以及分享更多的技术型的知识干货给大家。那针对新订阅的粉丝朋友啊 ，Harry 团队呢有3重福利可以分享给大家。第1重就是刚刚展示的山海趋势图 ，Harry 每次分析大盘和个股都会用到，大家呢也可以用它来验证一下自己手里的个股趋势，是免费的啊，只需要点击下方置顶的助理老师联系方式，立马获得7天免费的使用权限，而且呢，助理老师会帮大家进行安装 ，Harry 也会有使用的讲解视频给到大家。第2重福利呢是内部课程。Harry 团队的学员朋友们呢，每天都有这个美股技术内部分享的课程。像本周主讲的内容是趋势交易，如果今天加入啊，还能够听到16、17号2天的课程内容。第3重内部期权课程。那对于更高阶一点的学员朋友来说呢，我们有专门负责分享期权知识的老师，会手把手的教大家进行一个期权的实盘操作。当然啊，具体的是实盘还是模拟盘，这个大家可以决定。那期权呢是一个策略交易，更适合交易经验比较长，比如说3年以上的朋友。如果你学会期权呢，你就会比别人拥有更多赚钱的机会。那我们现在是有免费试听的机会，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一下。以上的福利呢，如果对你有帮助啊，记得找助理老师领取。试听课程呢完全是免费的，但记得打卡写作业。Harry 呢需要听到你们每一个人的声音。好，以上呢就是关于大盘趋势判断的部分。好，接下来呢是个股拆解部分啊。首先我们来看英伟达。英伟达呢昨天确实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啊，一根阳线呢直接突破了190这个关键的压力位。大家可以看到啊，目前呢快要接近前高197.6的位置了。但是这个位置呢要重视起来啊，因为呢每一个阶段性的前高或者是前低的位置都是极其重要的压力位和支撑位。英伟达到底能不能够一鼓作气的往上冲呢？ Harry 认为呢恐怕没有那么的顺利。因为目前呢，英伟达已经出现了9转信号啊，这个第9根 K 线已经形成了，所以呢，策略很简单。如果股价今天继续的往上高开啊，那我们就要注意197.5的这个位置，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啊，在这个位置该止盈就要止盈。
但如果是一根大阴线跌破了190的这个位置，咱们该离场的还是要离场。反正这波呢，相信大家已经赚到了，不要贪心啊，保护好自己的利润。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特斯拉。特斯拉呢，目前是7巨头里面比较弱的一个啊，处在一个很长的黄色带下降趋势当中。但是这几天来啊，这4天以来，趁着这个大势上涨，也跟涨了好几天，也快到了黄色带的中轨的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啊，首先中轨这个位置呢，肯定是一个压力位，上方呢有一个缺口，如果能够回补这个缺口，来到这个黄色带的上轨的位置呢，我认为这波小的反弹还是比较成功的。因为现在还处在一个黄色带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够视为反转，只能看小型的反弹。那不管是到了这个中轨的位置，还是缺口的下沿的位置，亦或是到了黄色带上轨的位置，咱们都要注意一个回落的风险。那如果你在中轨的位置止盈出场，或者大胆一点啊，等到回补了缺口之后再出场， Harry 都认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千万不要在这个位置博它啊，形成一个大的 V 型反转。那这个概率呢是比较低的，只有等到它的这个飘带慢慢的变成紫色飘带之后，咱们再来找它反转的入场位。另外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系统当中呢，自动的生成了压力下方的一个支撑位，也就是这个白线的位置，大概是348左右的一个支撑位啊。如果回落到这里没有立住啊，往下掉的概率呢就会更高，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这个位置。如果继续往下掉，大家就要注意前方的低点，也就是337的这个位置。好，这个是特斯拉。我们再来看亚马逊。亚马逊呢，在7巨头当中啊，应该算比较理想的，因为它处在一个紫色飘带的上涨过程当中。但是在这9天啊，大家可以看到形成了一个9K， 上涨了9K， 而且呢，这里面8根 K 线啊都是黄色 K 线，也就是说它上涨的动能啊，超买的程度已经极高了。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位置，有很多的这个 K 线呢是跳空高开，也就是说形成了缺口，1个、2个、3个，每一个缺口呢都值得大家注意啊。股价一旦回落到这个位置，比如说这个第一个缺口的位置，如果没有立住，那么股价就很有可能往下一个缺口的位置继续去回补。那从整体上来看呢，亚马逊目前的回落风险概率还是挺高的，因为虽然是紫色飘带，但是呢 K 线呢离这个紫色飘带的位置还是有点远的。那我们就要观察这个 K 线的走势情况啊，一旦 K 线刺穿了这个缺口的位置，如果是比较谨慎的朋友，建议在这个缺口的上方啊建一个出场位，股价只要到了这里，咱们立刻就出场。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台积电，它是近期大家比较关注的一只股票啊，因为这2天呢马上要出财报了。那台积电呢跟亚马逊有一点点像啊，也是处在黄色飘带刚刚转成的一个阶段，而且呢也形成了9根上涨的9转 K 线。但是呢，台积电的黄色 K 线呢是最近的1天交易日才产生的，也就是说它的压力啊相对来讲呢并没有刚刚分析的这个亚马逊那么高。但是台积电有它自己的问题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些 K 线的走势情况，上影线和下影线都比较长，说明啊虽然它的压力预警没有那么重，但是它的多空博弈相对来讲会更激烈一些，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今天的走势情况啊。如果股价继续上涨啊，像现在这个夜盘啊已经有反应了，在上空呢形成一个很实在的实体的大阳线，那说明啊多空博弈的一个暂时的结果就是多头暂时占了优势。但如果今天形成了一个下跌的 K 线，比如说跌破了这根缺口这个上沿的位置，那咱们就要非常注意了，因为它的 K 线黄 K 啊还是刚刚形成的，所以在这里呢大家的出场位啊可以设得更低一些，比如说呢设在这个缺口的下沿371左右的位置，或者是大胆一点啊，承受能力强的朋友可以设在更下面的这个缺口的最低的一个位置，也就是368左右，只要跌破咱们就果断的出场，不要恋战。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 Circle。最近呢，大家对 Circle 也是关注比较多哈，因为它在这个位置啊，一天涨了12%。其实可以看到呢 ，Circle 在前期筑底了很久啊，出现了 N 根啊，一共是6根蓝色的 K 线，最终呢，在这个地方才形成一个钱袋子的买点。也就是说呢，它这个筑底的过程是比较艰难的，也可以看出它的上涨的动力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强。但在这个位置啊，一根阳线啊，可能改3观。很多朋友觉得，Circle 的春天是不是又来了？从上海趋势图的走势来看呢，它目前仍处在一个黄色带的区域当中。关键是啊，它的龙门线，也就代表着中长期走势的这根线啊是向下的。所以在这里呢 ，Harry 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个风险。现在呢是打在了黄色带的上轨的位置，
那能不能够穿越这个黄色带，继续的往上走呢？ Harry 认为这里的概率会偏小一些。如果已经在车上的朋友呢，大家可以继续观望一下。一旦这个股价跌破了中轨，大家就要考虑出场了，因为这里呢，中轨加上前方的这个缺口的上沿，形成了一个共振的关键位，在这个地方呢，是不值得大家去驻守观望的。如果跌穿了中轨和下轨的位置呢，那下方这个白色的位置，也就是大概86左右的位置，就要格外的注意了。如果能够立住，那有可能会出现新的买入点。但不管怎么样在黄色飘带之下呢，更建议大家把它当成一个反弹的信号，而不是一个反转的信号。好，最后是甲骨文。甲骨文呢，最近也有一些不错的表现特别是这根大阴线，一天呢涨了将近13%并且呢穿过了这个黄色飘带。大家可以看到黄色带的末端呢有一个变盘的信号，也就是说后期极有可能形成一个紫色的向上的趋势。那最近的这根 K 线呢来到了跳空高开的这个位置，那这是不是一个买入点呢？ Harry 认为在这个地方虽然有了变盘的信号，但是呢 K 线离咱们这个飘带的位置还是太远了，极有可能回落。而且呢这里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的位置是否会回补，大家还是要注意观察。那回撤接受度比较高的朋友呢，可以把这个缺口的下端的这个位置设为一个出场点，也就是156左右的位置如果到了这里一根大阳线直接的刺穿回落，那就要考虑出场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如果大家觉得有帮助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下一期的视频呢 ，Harry 还会继续分享更多有用的行情干货。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